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乌克兰进行未提前宣布的访问，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有分析指，这向乌克兰人发出了强烈的安抚信号。与此同时，俄军持续发动新的军事目标直指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路透社称，这次进攻可能迫使乌克兰从东部战场撤出部分部队。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访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We also know that in the near term, the assistance is now on the way. Some of it's already arrived. More of it will be arriving. 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布林肯希望向显然处于困难时刻的乌克兰人发出强烈的安抚信号。 这位官员还说，布林肯本次访问乌克兰的任务是讨论美国对乌克兰的补充援助将如何执行，以帮助加强乌克兰军方的防御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多地在战场上夺回主动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介绍称，布林肯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等高级官员，讨论了近期战况。双方还讨论了长期安全安排和确保乌克兰经济繁荣的持续工作。 美国国会4月通过议案，拨款约610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布林肯成为在这之后首位访问乌克兰的美国高级官员。而几个月来，乌克兰在战场上一直处于劣势，俄罗斯军队在人力和弹药方面拥有显著优势，缓慢推进战线。有美国官员透露， 拜登4月24号批准援助的火炮、ATACMS 导弹和防空系统使用的拦截弹已经交付给乌克兰部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1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正努力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速度，以帮助乌克兰扭转其劣势。What you will see is a steady flow. Week by week, it's not like we've got to wait well out into the future before stuff starts getting delivered.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another, what we call PDA,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package, just in the coming days, because we're trying to really accelerate the tempo of the deliveries, recognizing, as I said before, the delay put Ukraine in a hole, and we're trying to help them dig out of that hole as rapidly as possible. 不仅仅美国，西方多国也在加快武器交付。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 丹麦提供的首批5架美国制造的 F-16战斗机将在下个月抵达乌克兰。乌克兰一直在寻求获得 F-16战机。2023年，西方国家宣布成立国际联盟，帮助乌克兰采购 F-16战机，并为其培训飞行员。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在俄联邦委员会有关其任命的磋商中表示，如果西方想在战场上解决乌克兰冲突，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 Право, и если хотят на поле боя, будет на поле боя. Посмотрите, как они сейчас запричитали по поводу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широко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好，正午短评，热点直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没有事先预告的突访基辅和泽连斯基会晤。那布林肯此访有几个目的啊？首先就是给困境中的乌军打气。 现在俄军在哈尔科夫和顿巴斯都在发动攻势，而乌军是节节败退。布林肯重申，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想让乌军有坚持下去的信心。那其次啊，也是为了拜登的选情。那毕竟目前乌克兰的局势已经成为特朗普攻击拜登的重要理由之一了。那第三就是了解战场局势，评估乌军的具体需求，让美军的军援更加有针对性。 当然，最后是变相的对欧盟施压，因为欧盟目前正在讨论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草案，长期为基辅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那布林肯这次访问无疑更有利于乌克兰向欧盟开口要援助。好，来关注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天将正式卸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继任总理，同样将于今天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那日前，李显龙在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对他20年来的施政以及新加坡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了评价。很平淡，拿得起放得下，能够平稳的交班，是很不容易做得到的。很多国家没办法准备，或者准备了没办法实行。我们已经2次顺利交班，这个是第3次。我希望能够一样顺利。 一样平安的实行。从1984年从政到2004年出任总理，再到2024年卸任，2个20年，
李显龙总理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和第2任总理吴作栋手中接过这个从第3世界走入第1世界的小国，而且把这个马六甲海峡边的小红点管理得越来越闪耀。新加坡外交被公认具有竹子般韧性，且长袖善舞，善于抓住国际格局变化的机遇。2018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轰动全球舆论。李显龙在访谈中主动披露了当时的一些细节。For example, one day we received a call to say, well,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meet President Kim, and do you think he can do that in Singapore? And we said, when? And they said, next month. So we scrambled and we hosted it. And we are just pouring tea for the occasion. But nevertheless, it shows that both sides found us acceptable, that we are not hostile to them, and they trusted us not just on our policies, but trusted us to be able to put the thing together and to host it and make it a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李显龙在采访中高度肯定中新关系，两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今年1月，中新就签署了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深圳卫视注意到，即将接棒的黄循财去年12月在结束访华的总结时表示，永远不要压住中国衰弱，中国将继续是一个能为双边合作提供巨大机会的经济体。观察认为，黄循财清晰传递出新加坡外交政策将保持较好的延续性。We've had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 a long time now, and we have upgraded. We have an FTA with China. We've upgraded the FTA with China. So I think overall our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are very warm, and I think they know that we would like to do more with them. 在接受采访时，在谈及对国家的历史与未来时，李显龙真情流露，一度哽咽。但这场采访也有轻松时刻，他表示自己积极拥抱互联网，适应新变化。首先，我只是一个小红人，如果跟网红来说，我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当然，卸任之后，我会继续保留我的社媒的户口，也会继续扔帖子。